Hello， 大家好，我是奶爸。那今天呢，我就要去打疫苗了。你们打疫苗了没有？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打了疫苗。那打疫苗之前呢，让我们回去几天前。叶西，妹妹，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要跟我讲什么？拜拜。好的。Hello, my name is Moon. 木恩，如果爸爸有一天不在了，你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吗？没有啊，你没有话要对爸爸说啊。I make peppers. Peppers only. Oh, if Papa no longer here, then what you want to say to Papa? Peace. Will you miss Papa? Yes. Yes 啊。 Every day. Do you, Every day. do you still love me? Yes, yes, yes. 好啦。Papa, why show you like this? 嗯。 Wow, why I show you like this?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too. 对了，相信大家都会了解新冠的这个病毒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吧。奶爸甚至会害怕自己会有感染的一天，所以过多几天呢，奶爸就要去打疫苗了。疫苗固然可以降低感染的几率，相等于来说就是对我们是一个保护罩。这个保护罩不单单是保护了我们自己，也保护了我们的家人。你们也应该知道，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它也是会有风险的吧？但相比较之下，它的风险几率是非常的低，所以它并不是那么的可怕。有时候我们觉得疫苗会是有风险，但以简单的思维来说呢，就算疫苗有风险、有危险，但纯粹在于个人的身上。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天我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这个病毒呢是会传染到我心爱的家人，那就等于一家人一起受苦，也不是这么的好受。所以相比较来讲的话，如果他说来说疫苗是有危险性、有风险的，那个承担都是在于我身上。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有疫苗的话就赶快去打，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才是首要考量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会问穆恩和月希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那个是因为奶爸其实也是一个怕死的人，也是怕奶爸会是那个几率极少的其中一个。虽然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呢，就代表我还好好的活着，但我想带出来的意思呢，就是当我觉得我将会面临某一些风险的事情的时候，就算那个几率是几万分之一、几百万分之一，只要有风险，我还是必须想说，趁着活着的时候，问我该问的东西，交代我该交代的事，那就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词句呀。就叫做遗嘱。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在东方人的思维当中是一个禁忌呢？感觉人在世上就不应该提起这个东西，这样会不会对造成在世人的不敬呢？还是交代遗嘱这件事情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地方。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对遗嘱的态度呢，就是在生前尽可能的去交代我该交代的事情，或者对于在世人的一些话，我都要说清楚。没有什么好避忌的，我恨你，我说出来；我爱你，我也坦荡荡的跟你说。要把心里所想的事情呢，都尽早去说出来，好让世人可以有所准备。毕竟我觉得走掉的人呢，并不恐怖，留在世上的人呢，承担才是最多的。奶爸之前甚至去问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身后事该如何处理，而他们呢，也很开明的跟我说了他们的意愿如何。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是战战兢兢啊，生怕自己会被老人家责骂，但我很庆幸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很开明的人。等一下我就要去跟我老婆说一下我的遗嘱会是如何。 Yes， 你又拿着相机做什么？你要拍废片啊？没有啦，有事情想要跟你说。讲什么？坐下来先啊。要坐下来？我就看你有什么好戏给我看。说过多几天呢，我就要去打疫苗了。你也知道，疫苗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就觉得我想交代一些我想交代的话，因为1年前你也知道我对一些事情有所启发，我想在我人在世的时候呢，去交代一些我想交代的事。其实有蛮多东西是想一一交代的。刚才你在冲凉的时候，我已经问过妹妹了，妹妹有跟我说了一些蛮好笑的话。很好。姐姐我也是有跟她说的。
然后姐姐也是有对我说了一番话。首先要想跟你讲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照顾孩子之余的时候呢，也去寻找另外一半。一定会，没问题。你还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一定会照顾他们很好，所以我是觉得在你的许可方面的话，孩子应该会接受，所以你就去勇敢的去找另外一半，这个是我想跟你说的话。我人不在的时候呢，就那些身后事就尽量的简单就好了。丢去大海吗？丢去大海应该很贵哦。新加坡是很可以是吧？我也不知道。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掉它，每年看我一次就好了。好，不需要常常来看我。我以为另外一半我不会去看你。对，好惨哦！对，这个现实好现实。对，我觉得这是 OK 的，我觉得是 OK 的。就算节日来讲，也不需要去拜我，真的，我觉得 OK 了。给我自己去探索我自己的世界。你也不知道你会在什么世界了。你管我我在天堂是你在 YouTube 吗？我在 YouTube， 我刚说错话，天堂或者丢。你看他心念哦，就死了过后还是在想着 YouTube， 在地狱世界那边 YouTube。OK， 对，你们观众们就知道还有多么的心系着他的 YouTube channel， 所以就订阅起来 ，OK。我走了过后，我在我的世界好好的活着，你自己就过你自己的生活就好。孩子的话得空提起一下我就好了。我觉得他们会记得你啦，会肯定会，因为有拍了不少影片啊。对啊，除非我 cancel 我 delete 掉整个 channel， 那就没话说了。对。OK， 如果是要对穆恩来说呢，我是觉得以他的这样天真、这样纯真的性格来讲的话，我觉得保持那个心态继续长大，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他应该是很照顾妹妹的。至于妹妹呢，她是一个脾气暴躁，然后怎么这样子说话？她可能是1岁多啦，她这个脾气有点不好。然后我相信她跟姐姐也是蛮恩爱的。我不在的时候，她应该可能就是一个开心果来和姐姐和你一起，应该相处的还 OK。我家人的话呢，你应该是最舍不得是家人。就其实要跟爸爸哥哥们讲，就是我先回去找妈妈，惨了，我流泪了。其实因为是我妈妈的情况了，就先提早去看她老人家了，先陪她。至于我朋友的话，我会公告天下。我什么事情都会公告天下的。对，我们是蛮高调的。我的家产其实也没有多少了，授权的东西应该做得很好了。然后保险啊，你要确保你的遗产都是要写我的名字哦，不是写你前女友的名字哦，你要记得哦。我要注意一下。对，你要注意一下哦。我要注意一下那个钱应该是都是归你的啦，你怎样去分配是你的事，我相信你会保管到很好。那你呢？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啊，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一个人来啊。来，看。有什么话想对奶爸说的话，就是我肯定会好好的过的啦，你不用担心，最多伤心一阵子啊，就生活还是要过啦，放心，我不会这么轻易让自己跟着你去的。因为我知道我还有2个孩子需要照顾啊，我不能丢下他们。这是我身为一个妈妈必须要负的终身的责任。那如果你觉得明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你想要和穆恩和我们说什么？其实都是就是那几句话吧，就我先走了，你过后再来找我了，不要太快，我需要一个人的好好的me time一下先。你们不要来烦我。也是一样，你有你的生活要顾，这样。
因为我想密探很久了，就让我自己好好的过一阵子，你们再来找我，你们就好好的过生活。有什么交代我要怎样对付那2个家伙吗？其实我真的是会担心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去抚养这2个，这个炸弹和这个C4，他在跟我讲话。说真的啦，我觉得我的方面我会负责他们比较多，而你的方面就是负责整间家嘛，贴身的东西都只有我知道，而你不是很清楚的。这个我是真的是会担心啊。说真的，我真的是会担心。如果真的是有一天我是最后一天了，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只希望我的妈妈可以来帮忙一下。当然啦，我当然相信奶爸他可以，他就怎样都会撑下去的。我可以再娶吗？娶吗？对。当然可以啊，这个不可以。如果有女孩要你的话啦，对啊，这没有多少个人像我的口味这么独特。我想对穆恒月熙说，妈妈很辛苦才生到你们下来，就让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以好好珍惜自己，勇敢的活下去啦，就珍惜自己的生命，保护自己。我觉得女生需要啦。我家人的话，我是想对他们说，好了，你女儿先走了，不要太伤心太难过，要好好的活着啦。就是这样子的。好了，这些就是我们的 last word。你有没有藏私房钱？私房钱啊？没有。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看2个女儿都对我很贴心哎。你看 ，baby。有私房钱的尽量跟我讲，你藏在哪里？私房钱当然不是现在讲了，我知道你拍这一集就是为了要问我有没有私房钱。有没有藏在你鞋橱啊？我是绝对不会露馅，我是没有私房钱啊。而这个遗嘱影片呢，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题材有所启发、有所灵感？是因为我参考了一个在台湾的创作者，他的名字叫我是老爸。我其实蛮崇拜他的。然后他每一年7月的时候，他就会和一般的创作者去拍我的遗嘱的这个影片，去交代一些他们人在世的时候要说的一些话，提倡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好。所以我是一直都觉得他们这个影片的题材要带出来的意思实在太重要了。而去年呢，其实奶爸是经历了一件事，而为什么刚刚我讲起我妈妈的时候，我就会有所感触。这个因为是去年的3月，其实是在马来西亚 MCO 赶着回来，然后我妈妈就在我回来的第3天过后呢，她就去世了。她不是突然间去世，医生已经有跟我们说她撑不住了。晚上她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回去家乡，我们就FaceTime回去。我妈妈那时候已经是昏迷了，我们就每个人 FaceTime 去大声的跟她讲话，那个感觉就好像遗嘱一样。而那个遗嘱不是我妈妈跟我说起的，是我们在 FaceTime 那边去跟她交代她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想跟她讲的话。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就完全就是一个道别。那时候的感觉很奇妙。那些话就是讲起来有眼泪流。那时候感觉还记得很清楚，真的不如这样剪那个影片。就是那时候对遗嘱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人在世的时候就该要去传达。刚刚也是传达了我对我最爱的人的一些想法。我的画面就回去打疫苗的那一天吧。终于到了这个 CC， 这是 Community Club 一个邻里的联络所。然后呢，这个疫苗的接种也会在这里了。所以因为里面都不能拍摄，所以我就
拍到这里为止咯。我回来了，本来说拍给你们看，但是其实到那边呢，就是不能拍摄，所以我就稍微的讲一下那整个过程吧。我到那里的时候大概是12点左右，大概花了2-3分钟的时间去排队，然后就去注册。注册的时候也只是花了1分钟左右，就是问你到底有没有疾病症状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是完全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说 no nothing， 然后你就可以去等待注射疫苗工作人员，然后他就会给一本这样的书了。这本书里面呢会有教导你，当你遇到那种不良反应、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写明了就是这一面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第7面也是要注意一下，你注射过后呢，你注射部位可能会有疼痛、有红肿，你的不良反应就是发烧、发冷、头痛、肌肉或关节疼痛。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呢，你需要的话呢，你就要每60个小时去服用1次的 paracetamol。如果你感觉到很疲惫的话呢，解决的方法就是休息。然后颈部或者是手臂淋巴结肿胀，就是不要理它，大概是1个星期后它就会自然的消退。除了这些应对的方式之外呢，很有趣的，它就是2个手掌放在他耳朵，他就跟我说，除了这些之外呢，其他的东西你就不要听那种狗屁屌的人说话，不要听那种安哥安弟讲的话，就是只要相信这些东西，这些症状、这些应付方式就 OK 了。注射的时候呢，那个针其实很小一支，没有什么感觉。打了针过后呢，就跟你说声 Thank you， 然后就直接去最后第2个 stage 就是 observation， 观察你30分钟。如果30分钟之内没有什么症状的话，那就可以进行下一关啦。来吧也是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就去了最后一关，给了你一张打了疫苗的纸，然后里面有一些资料，就是他会跟你说 second dose， 就是第2支的疫苗是在几时，也给我了一盒的口罩，很顺利的，全程大概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所以就是蛮高效率的。希望顺利利啊，接下来的24小时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疫苗的话呢，赶快去注册吧，赶紧打疫苗，保护你，保护家人。好啦，这个影片就结束啦。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我每个星期6都会准时上片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拜。好啦，木安，你没有跟你没有话跟老爸爸讲是吗？还有 What do you think? 还有 What do you think, 爸爸？Oh no, 爸爸 is the eagle. Okay. 爸，那就 fish 的呀，这 very funny. But still, you're the one who brings out the best in me.